这样还没有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的观众呢，请记得马上 search Alexa Daisy，然后按一个 follow，你就可以获得最新的资讯了。哟，欢迎收看本期的 Lex Review， 我是 Alex。这样其实现在是4点多啦，我也在 KLIA2 的 car park 那一边啦。我现在要搭那一个7点的机去台湾了，就大概12点多到。因为我约了那一边台北101的 Apple Store 那一边去拿机，拿的是 iPhone 11，还有 iPhone 11 Pro Max， 真是难读啊！这样我们还等什么？我们去拿机吧。这样因为长途巴士的关系，耽误了一些时间，不过对你们来说是没有影响的啦。这样我会简单先解说一下这2个产品的一些基本的硬件配置啊，还有一些共同点、不同点之类的。首先，我这一次拿到的是 iPhone 11黄色的 256G 的版本，还有一个 iPhone 11 Pro Max 墨绿色 256G 的版本。这样我先讲看他们的共同点啊。首先，他们是一样采用了 A13 的晶片的，然后效能方面大致上是玩些主流的游戏，还有用一些比较硬件需求比较高的 App 啊，通常是没有问题的啦。再来，他们这一次的镜头，他们除了就是11少了一个就是望远镜头，其余的这个12 megapixel 的 Ultra Wide Camera， 还有一个12 megapixel 的广角镜头都是一样的。这样我再来讲看他们的不同点。首先 iPhone 11的玻璃杯盖用的是普通的玻璃质感，而 iPhone 11 Pro Max 用的就是那种磨砂的质感，就是比较不会沾指纹的那一种。这样边框的是 iPhone 11用的是那一种 aluminium 的质感，就是摸上去就会比较滑手的。而 iPhone 11 Pro Max 跟 10X Max 一样用的是stainless steel 的边框啦。这样好处是比较硬啊，可是坏处就是非常容易沾指纹啊。这样我来开机，你们看一看先。那如你们所见，他们这一次的玻璃质感是非常不一样的。首先，它这个真的是那一种比较不会沾指纹的，然后这一种是跟以往 10R 一样比较容易沾指纹的啦。然后这里它的设计也做了一些对冲，就是它这里就是如果用它普通的玻璃杯盖的话，它这个镜头的边框那一边，它就会用一些磨砂质感去做一个对冲，一个协调性的。这样在 iPhone 11 Pro 的系列也是一样啦，他们用的是磨砂质感的玻璃杯盖，而在那个相机的边框的时候，他们就会用那个普通的玻璃杯盖啊。这样除了以上这些不同呢，他们的萤幕方面都是跟前代一样的，就是 iPhone 11跟那个 10R 一样，用的是 Liquid Retina Display， 就是 LCD 的屏幕。然后在这个 iPhone 11 Pro Max 的话呢，就有点不一样了。它这次生成是 Super Retina XDR 只有在 Mac Pro 里面有提到的，就是一个非常高解析度的一个屏幕。它这一次也用在这一个 iPhone 11 Pro Max 里面了。这样至于那一个实际的屏幕体验呢会如何呢？我迟点会再做一个深度的评测，会告诉大家哦。但除此之外，它这一次这2个系列的手机的不同点就是 iPhone 11依旧采用了这一个代代相传的5瓦慢到要死那一个快充头啦。这样至于 iPhone 11 Pro 和 Pro Max 的系列呢，就是他们已经是换了一个18瓦的快充头，而且他们也是用了 Type-C to Lightning cable 去替换掉以往的 USB to Lightning cable。这样我多3天会放一个 iPhone 11的简单实测啊，因为那一架手机不是我的，我只能简简单单做一个
非常简单的一个实测，我希望也是帮助到各位要买 iPhone 11的朋友们啊。这样，如果你们喜欢我的 video 哈，一定记得要订阅、按赞，还有打开下面那个小铃铛。这样我们下一个影片见吧。